右脑学习第5集，考试就这么读。很多人读书是从考试开始的。如果考试没有方法有时候呢事倍功半那考试有方法呢是事半功倍所以我们人生第一次最主要的学习就是应付考试至少在台湾是这样子。好，那早期我们讲真正认真的人甚至是学习表现很好的人呢，他以为要下2个功夫一个就是挑灯夜读牺牲睡眠的时间这些国中生、高中生很可怜他们可能练到1点多，早上6点又要起床，只睡5个小时，挑灯夜读。那第二个，以为说要做精美的笔记，把笔记写得很漂亮，那画很多图，那条列很清楚。那方医师在这2件事情上竟然打了一个叉代表部分不与苟同首先呢，睡得不够大脑没有办法把白天学习的东西刻印到大脑的长期记忆里所以睡觉睡得不够有碍学习所以真正顶尖的学霸他没有人在念书什么念到1点2点的虽然我曾经国中也是这个样子，可是我到高中我大概就11点就睡了。所以念书越到后来越来越早睡，越早睡脑袋越好越可以把白天的事情记起来所以你不要以为压缩睡眠的时间是赚到那你白天就白念了，直接消散掉。第二个，花很多时间写精美的笔记，有时候只是把课本的东西、参考书、教科书的东西，把它抄过来，原封不动的搬过来，再誊写一遍。那有人没有那么搞功夫做笔记，然后在他的课本上一直画线，一直画线，有各种线，还圈起来，还用荧光笔做了各种 mark， 一大堆 mark 的时候就等于没有 mark 的所以这些很认真的读书方法呢，虽然可以让你的成绩呢看起来有一点进步但是没有办法走太远那怎么样才能够走远一点呢？方医师以前参加学校的系上的棒球队那我是守游击手的位置那在平常练习的时候虎虎生风什么滚地球什么球我都接的这个很厉害可是一到上场在那边站半天，有人打滚地球来就漏接了，搞得很难堪所以我的队长就跟我说，我是属于练习型的选手这句话我到现在都记得很清楚那有人平常考试小考、中考、大考都表现不错真的到联考的时候就翻车每次都听到这种惨绝人寰的故事逢大考必孽小考虎虎生风，大考必孽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那不是人间的悲剧吗？我们来看看如何避免这一种逢考必孽的事情。我们平常练习的时候好像是穿了很多盔甲，带上了那个武器的这些战士，练习的时候像战士但是一上场的时候，盔甲都乱丢，武器也没有拿了，感觉上是赤身赤身上战场赤身上战场就是找死你的对手穿着盔甲，拿着武器，你什么都没有，那你不就逢考必孽了吗？为什么会有这种落差呢？怎么避免这种落差呢？我们今天做学问是一回事做学问呢，就像之前方医师提到的，用 Google 啦，用各种这个工具把学问呢追根究底，建立一套大脑里面的知识金字塔，那这是没有问题的，这叫做学问考试在考场短短的100分钟，要去做学问吗？要在当场思考吗？时间根本来不及那个题目那用看的都看不完，还要思考，还要在这边做学问。考试就是要拼速度，要拿高分的。所以为什么考试考不好？因为你把做学问跟考试搞糊涂了。考试是什么呢？考试就是在一定的范围内，他没有要你这个天马行空的乱想，还有自己的意见他没有这么做他是要你在这个范围内给大家一定的时间，然后看谁能够把它练得最好。今天方医师提出一种比如说你今天要面试一些人才那怎么面试呢？假设他是学理工的，
那我们今天要面试理工的人才，那你不要给他一样范围内的东西，你给他一份报告，这报告可能有几页的纸，或者是没有也可以。那你给他一个题目，比如说你要关于澎湖的文化如何复兴，澎湖在地文化如何复兴，然后你给他一些资料也可以，他也可以自己找。我要在30分钟之后来跟我报告关于澎湖的文化如何复兴。像这个跟他本行无关的能够找资料、看资料，然后整理出来的能力，这就是我要的人才啊！因为他有做学问的能力啊，他有短时间找到重点、记起重点、发表的能力啊，所以这个就是有范围的。第二个，考试是拼速度的，不是在那边让你慢慢想、慢慢琢磨的，所以你必须要这个脑袋很清楚的，甚至反射性的去考试啊。第三个，老师有他一定的偏好。今天你要写这些申诉题不是说你的意见很重要，老师是希望从申诉题看到说你有没有把课本的东西先消化起来。我要看到你有做功课的这个态度啊。以前方医师在大学里面在台大医学系只有一个科被当掉，就是中国历史啊。你知道中国历史在当年台大医学系的课程是必修的嘞，我们必修中国历史结果呢，这个老师果然出了就是申论题，早就说好了，而且是可以带书去的。那我看那些题目，我见略欣喜我想说，我来发表我的意见好了，而不是把课本里面的教科书里面的东西抄过去，结果就被当掉了。因为老师不是想要听我的意见老师是希望说你有没有办法找到这个题目的答案在哪里。就好像有人写的申诉书，就不晓得自己写在第10页里面有这个内容，所以老师是要考试说你有没有办法找到资料的速度那这些都是老师的偏好以前我们考三民主义的时候，不是让你自己创立4民主义、5民主义的虽然三民主义快要被消灭了，不过当年考三民主义的时候，你要原封不动的照三民主义的课本写的移到这个申诉题里面。所以考试呢不是做学问，是有老师的偏好的。你那些个人的见解呢，先收起来，以后你当教授的时候，写教科书的时候，你再拿出来讲。所以能够了解考试的心法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那方医师就要为这一群这个考生们提出一套考试的读书方法，用自己的脑袋来考试的读书方法，我把它叫做笔记脑、脑笔记，把你的大脑跟你写的笔记结合在一起，用这一本脑笔记、笔记脑带到考场去面对考试。你不能够在考试的时候还在自己琢磨，还在推论，你必须已经早就准备好了。你在考试，你必须要做到说我知道什么，我不知道什么的境界。那如果来创造这个脑笔记呢？我举一个化学来 为例子，比如说今天你要准备念化学的，那念化学里面的一个章节，比如像酸碱平衡好了，那我们要怎么念呢？我们把教科书打开之后，把酸碱平衡的那一个章节，你把它看，你可能看全部的那一段也可能看一小部分你记得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看完以后，你要把教科书合起来，把你的笔记本拿出来，把刚刚你看完的用你自己的重点写在笔记本上面。所以最关键的就是合着课本写笔记，这一包是最关键的步骤呢。如果你没有办法合着课本，然后在笔记本上写出来，那我跟您讲，你没有把内容留在你的大脑里面，你只是眼睛看过去就让它飘走了，所以你才写不出来的嘛。你连刚刚的短期记忆都写不出来，考试怎么写得出来呢？你必须要有做到合着写笔记的能力。那你说我写不出来写不出我就再回去看一遍看一遍再看完再合起来，直到你可以写出来为止。如果这个步骤没做，白练书了。好，
说得出来的是在你脑袋里的，说不出来的是在书里面的。有些专家你只要问他稍微难一点的问题或者问他一些机制然后他就说这个很复杂这个很复杂，好像一副天底下只有他懂，然后跟你解释无法解释以前美国有一位很有名的物理学家叫做费曼。那费曼说你对物理到底懂不懂你只要去找一个小朋友跟他解释，这个小朋友能够听懂的，那就代表你对于那一块物理是懂的，能够老妪能解那就是真的懂的。所以教学相长连小朋友都教懂，就代表你是真的懂。不要再跟我说哎呀这个很复杂啦这个很难说清楚啦，给我3天3夜都讲不出来真的给你3天3夜你真的讲不出来，我没有骗你所以说得出来的在脑里面，说不出来呢在书里所以各位专家呢，试着说说看你脑袋的东西你不要以为你脑袋还装有那些宝贝都已经散掉了，所以试着说说看。好，那你笔就要开始写了那我举这些例子，比如说你今天笔记打开来，你在2/3的地方跟1/3就要画一条线。为什么要画一条线呢？我待会跟你讲。至少那1/3要留白要空着它。那你在2/3的地方呢，你就把刚刚念完的东西，把它写成文字笔记，写多少算多少。然后呢，不懂的写不下去的，再回去看课本，看完课本还是一样要合着把它再写上去。早期方医师的笔记就是长这个样子，当时还没有数位那现在方医师在念那个一般的书籍我都写数位笔记那我数位笔记我也不是看着课本练我还是一样把课本那一段放在旁边不用看，我拿着我的手机，我就用口述的把我刚刚看的重点口述上去。如果我连口述都没有办法讲，就表示我刚刚是白看的所以我就口述我嘴巴上的重点。所以我以前是用文字的笔记本，现在是可以采用数位的笔记本，速度更快，内容更好。那你这个开始写笔记啦，你已经开始有落点啦，已经写好啦，那怎么办呢？那一定要上战场练习看看嘛。要上战场练习就是把题目找出来。你找了相关的题目，很多参考书很多资料都是给你练习题目的你那题目拿出来以后，你就要开始写了。重点是你这题目你会写跟不会写都一定要有收获的。首先这题目你一看你会写这就刚刚你那个练到的东西拿来应用就好了重点是你会写会答，你需要了解很清楚的明白你是用笔记里面的哪一段，重点是笔记里面的你刚刚写在笔记里面的东西你已经写在笔记里了你用哪一段来写的，你的规则是什么的，你的重点是在笔记的哪里的，你要很清清楚楚的。你不要说我会写就好了到底是在哪里我不知道因为你现在才刚念嘛，你刚练的时候你当然会写你可以保证你1年后考试你会写吗？所以你要清楚你知道什么。第二个，这一题不太会写，这一题看起来卡卡的为什么会不会写呢？明明书上就有教，为什么不会写呢？原来你的观念不够完整这时候就要回到你的笔记本里面，刚刚留白的1/3的地方，把它补充进去。原来这个原理需要再加上这个观念的补充，才会变得更完整。你就写在右半边那这样是不是这个题目就非常有意义了？你会写，你用了什么原理？你不会写，因为原理不够完整，所以我要补充进去。你那个笔记本脑笔记就会越来越好所以练习后的文字笔记就是这个样子。你左边呢是你这个一开始写的重点，右边呢是你做完题目之后所做的补充。上面的东西是我剪贴的，然后我只是把这个相关内容剪贴，不是本来应该要长这个样子的大概意思就是这样。那练习后也有数位笔记比如说
你看完这一段，你把书本上的重点先理解他在讲什么，然后我用口述的写上去。这个时候不是你给稿的时候说我个人的想法，你连别人的话都没有办法消化吸收，讲出重点，你先要急着讲你自己的话干嘛？很多人都是这样哦，跟人家聊天啊，都不先了解别人在讲什么，就急着要讲自己那一套伟大的理论了。所以先把别人的重点先抓到，抓到之后呢，因为现在是数位的笔记嘛，手机很方便嘛，你就把做题后的补充，甚至你可以马上上 Google 找资料、找图，把它放到你的补充进去，甚至你把你想要保留的疑问、你的延伸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你觉得奇怪的地方，全部补充在数位笔记本里面。你这个笔记就非常的厉害哦，有别人的重点，有自己找的资料，还有自己的疑问。好，第一个步骤是把课本看完之后合起来写重点。第二个步骤做练习题，然后把会的跟不会的在你的笔记本继续做整理。那笔记本到底要练习到什么时候呢？有3个选项。第一个，练习到天荒地老，不断的练习。第二个，读破万卷书，一直买参考书做题目。早期方医师在参加大学联考前，突然犯了一个病，就是买了一本大概有几千题的化学题目啊。结果我就想说，这本写完应该是功力大增啊。结果其实里面都是很钻牛角尖的题目，结果写了1/3，就心里想，没有写完好像很可惜啊，所以就花了大部分的时间去拼了命把这一本几千题的化学题目写完了。但是有收获吗？没有，踩了一个很大的坑啊。所以我奉劝各位不要做这种天荒地老、破万卷书的事情啊。要写到什么时候呢？写到你觉得这个题目接下来继续写的时候没有新的花招了，不用新的补充了。因为你之前写每一个题目的时候，你都有用到方医师讲的方法。我为什么这一题会？你告诉我你用的原理是什么？我为什么这一题不会？原来我的观念不完整，我就补充了。一直做100题之后，你发现你可以补充的越来越少了，几乎没有补充了，那就不用再做了，代表你的知识已经被琢磨的这个很精美了，不需要再继续琢磨下去的，这样了解吧？你的投资报酬率已经很低了。最后呢，你终于制造出一本非常符合你大脑思考的，等于是你大脑的复刻版那你考试前只要把这个大脑的复刻版拿出来看就可以了啊，然后再去找一些题目看看有没有生锈了啊，那这样就可以上战场了啊。你上战场，你的盔甲、你的武器是什么？就是那一本脑笔记的。你每一个题目你都可以跟他对话。写这一题的时候，你说，这个老师出的题目还蛮有梗的嘞。你看他这边摆了一个陷阱，那我就用我这一招去对付他。这样就写好写对了。你每一个题目都知道，这个题目我知道，这个题目我懂。那偶尔你会遇到说，这个题目我不知道呢。你为什么知道你不知道？因为你的脑笔记没有涉猎到这一块，刚好落实掉了。这时候怎么办？跟他拼了吗？花5分钟写这个题目吗？没有，直接跳过去。所以你是带着这个脑笔记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所以这个脑笔记就可以这种效率的工作了。脑笔记说了算，而不是这边不会的也跟他瞎拼，然后拼到后来时间都过去了，然后就考得很糟糕了，那就翻车了。那最后呢，方医师讲的这个叫做摘瓜笔记了摘瓜笔记，我也不晓得为什么要用这个名词感觉上这个偷摘瓜的感觉有瓜在那里不摘好像很奇怪所以我就画了一个好像是这个什么丝瓜吧这个丝瓜呢长得很大，那就可以摘瓜。那各位考试目的不就是为了摘瓜吗？还是你是做学问的？考试就是在测验你在有限的时间、有限的范围内，可不可以做到比人家好？这叫做考试啊。
这一套方法呢，就是在测验一个人呢有没有学习的能力、学习的效率了。哦，不是拼你的认真啊，用最短的时间做最有效率的事情。那怎么做到这个摘瓜笔记呢？第一个，你要合着说写。有人第一关都没有勇气写这个笔记，那你怎么有勇气上战场去考试呢？所以第一个叫合着说或者合着写。第二个，你每一件事情会的要有根据，要有根据。像之前的几集，方医师说试着分数加减乘除，那你知道你为什么会算吗？没有，我就是会算啊。你用的原则是什么？我不知道我用什么原则啊，我就是会算啊，不可以这个样子啊。AI 才可以这个样子啊，生成式的人工智慧可以的，人类垂直式的智慧不行啊。人类不能靠说我就是会算怎么样，你有一天就会遇到你不会算的。所以我们会的要有根据。第三个，不会的要补充啊。一个观念就好像一个木头一样，它本来是长个某个形状的，你是可以雕刻它的，所以你要去雕刻到那个形状更明确。所以呢，这个不会的呢要去补充。最后就是做到孔子讲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嘛。考试的时候拼速度啊，所以一切要依脑笔记来写，那这样才就不会破功了啊，不会慌乱了啊。会的马上写，不会的就跳过去，那你的时间就掌握得非常精妙，考试就会成功啊。那这就是方医师针对考试读书的这个必胜方法。那希望大家能够琢磨以后用在你的念书上把考试人生的这一个关卡呢，先爬过去、越过去、跳过去再说了，好不好？那以上的分享，谢谢。想要从医学的角度来了解人生的问题吗？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分享给所有的亲朋好友，让我们一起提升台湾的医疗文化。